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这几天看到了达沃斯经济论坛啊，在这个论坛上面呢，加拿大总理 Carney 他的演说意外的爆红。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论坛这个轮到他上台讲话的时候，他直接说出了一句重话。他说呢，现在的世界是强权为刀俎，中小国家变成了鱼肉。Carney 更公开呼吁，认为中等国家必须要结盟，团结起来对抗大国的胁迫行为。此话一出，全世界都在问：这 Carney 口中的强权还是不是中国大陆呢？还是意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川普主政的美国？因为呢，就在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讯号，就是加拿大正在快速和中国大陆方面融冰。短短1个月之内呢，加拿大出现了一连串的融冰转向的迹象。比如说呢，像是加拿大法院裁定了 TikTok 可以继续营运，推翻了过去封杀的路线。另外，跟中国大陆互相降低这个电动车、油菜籽、农产品的关税。还有呢，中加官方协议恢复接触，经贸方面是明显有回温的。法国媒体呢也直接点名，川普第51州就是加拿大，他觉得非常的羞辱啊。好，那在此同时呢，川普则是不断的向他们的盟友放话，说要夺取格陵兰。这个礼拜看到真的是峰回路转啊，而且呢也说呢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当然，现在真的能够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吗？不管如何，其实呢，从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的这个话，你可以听出加拿大有一个非常深的危机感。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呢，就是加拿大呢对美国的出口，像是能源啦、汽车、矿产、林业都是大宗，而美国呢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出口总额有75%所以它非常依赖跟美国之间来做经济相关的一些行为。好，那以前呢，这个川普虽然有祭出关税的威胁，但是都是透过美墨加协定来解决，双方还是维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不过现在听到川普这样讲，也听到 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这番话，真的听出了 Carney 非常深的危机感啊。倩姐，我看报道上面是写这篇稿子还是 Carney 亲自撰稿他特别看了又看。然后提醒大家，中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但是刚刚也点出了，加拿大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它的出口大部分都是对美国啊，怎么解决啊？我觉得他这一篇在加拿大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好评啊，大家认为说你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说法，因为你不能否认，面对美国这个绝对强权，加拿大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国家。也不能否认呢，就像川普他会说，没有我们美国，你们加拿大什么都不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中间的依存非常高。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在美国中间的这种文化自主的呼声也一直是很高的，就是你不要因为跟美国的经济依存那么紧密的缘故，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那这一次的这些发言呢，让很多的国家大声喝彩啊。可是我觉得他真正背后所讲的是说，现在在全世界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以前是所谓有规则的秩序。可是现在这个规则呢，可以被一脚踢开，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强权来决定的时候，那么中等国家还有什么选择？那另外有一个它的具体作为的地方，包含了你刚刚讲的 TikTok 啦、电动车的开放啊、恢复接触呢，是说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增加了，同一时间它的风险也增加了，因为美国会用长臂管辖，会用刺激关税的方式呢，把地缘政治的实力移转到地缘经济的实力。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多的中等国家的选择，是因为事实上小国是没有机会选的，那些小国只能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它真的就是只是一个 chess piece 只是一个个的棋子。但是中等国家有一定程度的选择，不是每个中等国家都有选择啊。像加拿大，它跟美国的距离这么近，然后它中间的边界这么长，它的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但是他在某些地方呢，可以坚持他不是完全在美国的阵营里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因为以前在阵营对抗、民主对集权，或者是这个各种结盟体系的时代呢，你要选一个边，你不是在这边，你就是在那边。可是中等国家现在有一些在选择，希望
两边都有，或者是多个多边主义中间都有他们可能的角色。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就会在每个地方他都希望参加，包含了上合啊等等，但是他有时候跟你一起，有时候不跟你一起，他要时常的去选择他自己的自主性。对，法国也是这样。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韩国，因为韩国跟日本跟美国讨论了一下以后呢，韩国的李在明总统就带着大家去北京，这些都是一些中等国家开始希望自己不是牢牢的只在一个阵营里面，不是一面倒的，因为在一个阵营里面呢，你时常会有跟这个阵营协同的必要性或义务，甚至这个阵营也许会把你视为当然。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时常很理解说怎么样叫做被视为当然，就你非跟着我不可，你一定是我的小弟。那这个位置对于中等国家是最不利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从加拿大开始所接触的这种中等国家的新生呢，代表着未来可能有一部分的中等国家会快速的选择做多重的关系、多重的结盟，以试图能够在某些地方溢出美国的绝对掌控圈。是，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功，很难讲。确实，这次 Carney 的这个演说表达出的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啊，就是有软有硬，可是呢，也是间接的转达了加拿大它是不畏强权的。可是实际上，像刚刚倩姐所提到的，他还是得面对他现实的经济问题。所以说，在经济上，他的战略会如何的调整哈？那当然，这个美国的盟友啊，其实不只是加拿大啊，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包括像南韩也是哈，这些盟国呢纷纷开始也做战略调整。今年1月以来啊，我们看了一下访问中国大陆或者即将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有5国，像是南韩、法国、加拿大，接下来还包括马上就要来的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也要去，还有芬兰也会去。那这些国家呢，清一色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所以川普是一点也不担心，盟友就算走光了也没有差，是这样子吗 ，Ross？不只有这几个国家，爱尔兰也有去，爱尔兰也是本来就是跟美国相当接近了。大家都要赚钱哦，这个也是事实了，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这些国家有从川普1.0到拜登到川普2.0都有听到美国一些警告，比如说，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比如说不要让中国不管是华为、中兴的设备涌入在你们的5G 系统，或甚至以后6G 系统了。所以在对抗中国上，这些国家还是有跟美国的确是有合作的。但是有关纯粹做贸易方面，他们还是想赚中国的钱，这个也是事实了。连川普也说了，加拿大你要跟中国签贸易协议，我也欢迎，我不反对啊。川普也这样说，所以其实我昨天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笑的新闻，你们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的时候，他直接说：“你最好不要跟中国说的那么近啊。”不要跟中国加强你们的贸易关系。那请问你们台湾的第2大贸易伙伴、出口伙伴就是中国了。对，所以你们台湾外交官还警告加拿大干嘛？怎么会说别人呢？对啊，怎么还会说别人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很明显，大经济体或比较 advanced economy 还是想赚中国的钱。好，所以你提到一个重点，做生意还是要做的。对。那 Carney 这番话当然是提到了加拿大，因为现实问题，刚刚提到了超过70%的出口是到美国的，所以美国川普才会这么的这个怎么讲，就好口的说呢，你加拿大是靠我美国的，所以加拿大接下来经济战略会有些调整。一定会的。目前加拿大最要担心的是今年这个加美美墨加协定，对这个协定要重新谈。那美国政府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要再签了，不要调整，放弃就好了，是拿来重新全部重新谈，而且我们可以跟墨西哥1对1，那另外跟加拿大1对1，上边的这个协定不用续约了。或许川普会往这个方向走，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当然是会给加拿大好大的压力。即使最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那当然新的协议不会像目前或以前对加拿大那么好。
所以加拿大真的是在准备这件事情，万一真的发生的话。但是好像川普还有他的贸易团队，真的是有这个想法，不要这个三边的贸易协定不续签。对，可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很有可能啊。OK， 还是说他只是拿来当做现在一个威胁的一个条件？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他们在贸易方面是比较偏向有1对1的贸易协议，他们不希望有多边的贸易协议，所以或许会趁着这个机会，真的做一个，不管是跟 Mexico 或跟加拿大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重新的新的架构就对了。现在看起来确实，川普的这个做法哈，都是走双边的，他不走多边的，很像这个。以前古代这个合纵连横，各个击破，他用的这个正好是中国的古代战法哈。那讲到加拿大，其实呢，加拿大最近还做了一个兵推，我相信大家在国际新闻上面也看到，就100年来首度模拟被美国入侵的兵推，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的不乐观啊。结果是这样显示哈，正面作战几乎毫无胜算，陆海防线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就失守，最后呢只能够退回加拿大的本土打游击战，走阿富汗模式，苟延残喘。不过现在呢也看到加拿大在经济上选择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啊，有一些合作，但是也立刻遭到美国警告，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墨加协定的谈判恐怕会生变，会有变数。贝森特美国财长更是抛出亚伯达省独立的议题啊。那所以这次最新的，你看到在达沃斯 Carney 一讲完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番演说之后呢，川普老大不爽，立刻发文，还说呢，我不邀请你进入和平理事会了，你被踢出去。好，那现在经济上很现实，受制于美国；军事上刚刚讲兵推又毫无胜算，所以 Carney 也只能够在达沃斯号召中等国家，我们一起来对抗。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指的就是美国啊，但能够团结在一起吗？这个其实就是像加拿大这种我们叫做中等强权啊，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你还能怎样？对不对？刚才主持人讲到加拿大100年来首次的兵推，其实说实在啦，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可以抵抗到美国认真的攻击？也不多。那加拿大他本来就觉得我更是得天独厚啊，我除了俄罗斯在我旁边近一点之外，我也没什么敌人啊，恐怖分子也不太想来真的来找我啊。确实，所以他其实已经在那个舒适圈太久，而且呢，他的这个整个武器系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系统。没想到威胁竟然最大是美国，对，竟然从南边就直接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拿大现在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卡尼的真心话。但是呢，我们看他一方面非常的慷慨，不叫慷慨激昂，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的把他认为加拿大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个方式讲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就事论事啊，加拿大又能做到多少？因为我们看到加拿大，对，它确实跟美国在这关税上有来有往。譬如说，美国现在科加拿大非能源的产品是35%左右的关税，那如果是能源类的话，大概10%。那加拿大回科美国的汽车零件，还有美国的钢铁、铝这些25%的关税，反正你科我的，我就科你的。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美加这个三边的协定，因为在今年的7月1号，它就是真的是签约，就要续约的最后的期限。川普其实已经拿这个跟墨西哥就讲过了，你不要当中国的影子工厂啊！你当中国的影子工厂的话，到时候我7月1号之前我就不签了。加拿大也是一样啊。那加拿大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我们先不要讲他怎么跟其他国家合作，他自己跟美国还是有一些抗衡的能力，在于不是武器，而是在于能源。因为加拿大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石油的工业本来是它开采出来之后送到美国去精炼，然后再卖出去，所以加拿大卖给美国的原油其实没有赚太多。但是如果加拿大现在就像卡尼他们规划，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建立很多的精炼厂，以后加拿大如果自产的石油输出不用经过美国的话，那美国当然也会有些压力。那更不用讲说，在这个卡尼他的呼吁上面，其实很多国家心有戚戚焉，所以我看到就是说，有些国家可能会心里帮他拍拍手。
那未来会不会相关的行动合作？我觉得就看川普还会做到什么地步了。那从 Carney 的发言啊，真的小国那也就算了，没有想到中等国家现在也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自己也会被放在菜单上。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